视频当中坐着充气玩具上害怕求饶的是丈夫，水里面不停摇晃着充气玩具的那个是奸夫，也就是妻子的情人，在岸上大笑的是妻子。这段视频拍摄2个小时之后呢，丈夫就离奇的溺死在了水里。大郎来吃药了这段台词，能说中文的人应该都知道。而漂亮的潘金莲呢，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下韩国版的潘金莲和西门庆。故事呢发生在2019年的6月30日，韩国京畿道的嘉平郡龙沼溪谷。这是一个夏日炎炎的周日，风景秀丽的溪谷吸引了不少游客。下午3点，一行7人来到了这里，其中呢包括39岁的尹相业和他的妻子李恩海，以及李恩海的几位朋友。尹相业出身名牌大学，是一家知名企业的研究员，年薪高达6000万韩元。在旁人眼里啊，他是典型的社会精英，老实、勤恳、顾家，典型的好男人。而他的妻子李恩海呢，比他小了整整11岁，年轻貌美，时尚靓丽。表面上看呢，这是一次普通的朋友聚会，大家玩水、野餐，享受着夏日的清凉。然而随着夜幕的降临，气氛开始变得诡异了。晚上8点，大部分的游客已经离去，同行的另一对情侣也因为天气冷了，提前返回了停车场。西边呢，就只剩下5个人：李恩海、尹相业以及李恩海的3位朋友，其中的一位男性名字叫赵贤秀。根据李恩海后来的描述呢，是他提议让剩下的3位男士进行一次悬崖跳水。那座悬崖高度是4米，下方是深不见底的溪水。对于不会游泳并且生性胆小的尹相业来说呢，这无疑是一种酷刑。李恩海看着犹豫不决的丈夫，她冷冷地抛出了一句：“别的男人都敢跳，就你不敢。你要是不跳上，那我替你跳得了。”这句话呢，就像刀子一样刺中了尹相业作为男人最后的自尊。在妻子的激将法之下，这位老实人呢，颤巍巍地爬上了悬崖。他是第3个跳下去的。李恩海声称呢，她亲眼看到丈夫从水底探出头来，以为他没事了，然后呢就转身和朋友们收拾行李。然而仅仅几分钟之后，当他们再回头的时候，水面上是一片死寂，尹相业消失了。当时呢，赵贤秀距离尹相业的落水点也就是10几米的距离，但是不知道是天太黑了还是其他原因，赵贤秀游错了方向。等他再游过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尹相业了。岸上的妻子李恩海哭喊着抛下了救生圈，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救援队30分钟之后赶到，打捞上来了尹相业，已经没有了呼吸。警方最初的尸检报告显示尹相业体内酒精含量是正常的，无外伤，没有打斗痕迹。警方根据现场痕迹和同行者的口供，很快就以意外结案了。然而呢，没有人知道这场意外的背后藏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第一个发现不对的是尹相业的姐姐尹美辰，她太了解自己的弟弟了。尹相业生性怕水，连游泳都不会，而且性格谨慎，从来不会做悬崖跳水这种危险的事情。更让姐姐想不通的是呢，弟弟和那么多人一起去玩，妻子李恩海明明就在现场，搭把手就能救上来的事，他却选择了袖手旁观。尹美辰呢，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总觉得弟弟的死绝对不是意外。2019年的10日尹美辰带着弟弟的手机找到了山西部警察署智能犯罪调查组的刑警，实名举报弟媳李恩海。这一举动成为了揭开这起案件真相的导火索，也让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逐渐的浮出了水面。尹相业的手机有一些信息已经被删掉了，警方呢就立刻将尹相业的手机送去做数据恢复，而恢复之后的内容呢，让见多识广的刑警都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年薪6500万韩元的企业中层手机里全是向妻子李恩海祈求要钱的信息。恩海，等你收到钱之后，给老公买一副新眼镜，买双运动鞋好吗？我的鞋都破了，感觉好丢脸。恩海，对不起，本来账上有3万韩元，但被车贷扣光了。你现在可以给我打1万韩元吗？让我去便利店里去买瓶水和方便面，我肚子实在太饿了。而在尹相业的社交媒体上，他曾经绝望地发出了一些信息，想要卖掉自己的肾脏来换钱，不过呢，还好没有成功。
一个收入6500万的也算是精英了，为何会沦落到吃不起饭想到卖肾的地步呢？答案就直指到他的妻子李恩海的身上。调查发现呢，婚后尹相业的工资卡全部上交，每个月呢仅能领到极少的生活费，而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部进入了李恩海的腰包。尹相业为了结婚花了很多的钱购买了婚房，奇怪的是呢，婚后他却不住在婚房。尹相业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半地下室，地下室阴暗潮湿，刚开始呢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后来呢就变得每个月才能被允许回家一次。正常的新婚夫妇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尹相业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下了1亿3000万韩元的巨额债务，甚至还申请了个人破产。而妻子李恩海打扮时尚，出手阔绰，常年和朋友们出入高等场所，四处旅游。他住在婚房里面，还经常在婚房里开派对，甚至呢带着另一个男人赵贤秀在那里同居。没错，这个赵贤秀呢就是案发当天和尹相业一起跳水的男子之一。在尹相业的眼里呢，他是妻子的哥哥，而在现实当中他是李恩海的情人，也是这场死亡游戏的共同操盘手。随着调查的深入，保险公司的拒赔成为了案件反转的关键。原来李恩海结婚不久就为丈夫购买了4份高额人身意外险，总保额高达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00多万，受益人呢全是他自己。而这笔保险的缴费记录更是蹊跷，每次呢都是在保单即将失效的最后时刻，由李恩海来匆忙的补缴。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尹相业溺亡的时间是6月30日晚上8点半，而这份巨额保险的失效时间是当天午夜的12点，只差了4个小时。如果尹相业多活这4个小时的话，这8亿韩元的保险就将化为乌有了。这是巧合吗？世界上哪有如此精准的意外呢？保险公司也不是傻子，因此就拒绝赔付。为了能够拿到这个保险赔付，李恩海找到了当时很火的一档节目叫做《我想知道真相》，想要用舆论来揭露保险公司丑恶的嘴脸。没想到呢，随着《我想知道真相》的节目组的介入，更多令人发指的证据被公之于众。记者找到了案发当天的同行者崔女士，她透露了一个被李恩海隐瞒的细节。去玩的总共是7个人，众人呢都知道李恩海正在和赵秀贤交往，但是呢不知道尹相业是李恩海的丈夫。游玩中呢，李恩海一直叫尹相业称呼他为哥哥。出事之后呢，他们才知道原来李恩海和尹相业是夫妻关系。另外呢，崔女士还说，在尹相业落水之后，她分明听到了一声短暂凄厉的惨叫声，的一声，但是呢，李恩海却坚称当时水面平静，没有任何的呼救声。更重要的是呢，法医在尹相业的肺部发现了大量的气泡，这就说明了他在落水之后曾经长时间的在水中挣扎，试图浮出水面呼吸。既然他在拼命的自救，为什么岸上的亲友们没有听到动静呢？当时呢，擅长游泳的赵贤秀距离他只有10几米的距离，但是呢，没有第一时间把他拉上来，而是呢，救援的时候游错了方向。监控显示，事发当天中午是李恩海开着丈夫给他买的车，载着情人赵贤秀来接丈夫尹相业去度假。而在尹相业死后的第2天，李恩海穿着丧服，带着赵贤秀回到了尹相业的出租屋，在里面待了40分钟，不知道在里面做了什么。2天之后呢，赵贤秀又带着另一个女人搬走了电脑主机和衣物，在那个搬走的电脑主机里可能有一些关键的证据。丈夫去世不到2个月，李恩海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各种旅游和聚会的照片，紧接着呢还带着10岁的女儿去了澳门旅游，丝毫没有看出丈夫刚刚离世的悲伤。这里要说明的是呢，那个10岁的女儿不是尹相业的孩子，而且呢，李恩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划水的照片。原来他是会游泳的，那么为什么当时没有下水来救自己的丈夫呢？随着警方的深挖，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传出。尹相业呢，并不是李恩海交往的第一个男人。李恩海总共交往了3名男子，巧合的是呢，这3个男人都死于意外。2010年，他的第一任男友在车祸当中死亡因为同在车内，他获得了保险金。2014年，他的第2任未婚夫呢，在泰国潜水的时候意外溺亡了，尸体随即就在当地火化了。要说明的是呢，这次保险金赔给了死者的父母。
李银海呢，虽然这次没有拿到钱，但是呢，她知道了给丈夫买保险，如果丈夫意外身亡的话，那么家属能够得到巨额的保险金的这个事情，也为下一任丈夫意外死亡埋下了伏笔。而她的下一任丈夫就是尹相业。警方还查获了李银海和赵贤秀的聊天记录，在那个溪谷的溺水事件啊，并不是李银海和赵贤秀第一次对尹相业下手了，而是第3次谋杀。2019年2月，他们曾经尝试在食物当中放入河豚毒素来谋杀尹相业，但因为剂量不足，没有成功。李银海甚至还在聊天里抱怨啊，我放了那么多的河豚毒，他怎么就没死呢？2019年的5月，在一个钓鱼场内，李银海和赵贤秀啊，又故意将尹相业推入水中。不会游泳的尹相业在水里拼命的挣扎，眼看就要丧命了。最后呢，被同行的朋友发现并且救下。第2次谋杀又失败了。2次谋杀失败之后呢，李银海和赵贤秀又策划了那场看似完美的溪谷跳水意外。当时露营的7个人里面，除了尹相业和李银海之外，其他的几个人都和李银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赵贤秀是李银海的情人，另外呢，还有一位男子也曾经和李银海有过交往。2022年的4月8日，一段案发前2个小时的视频在网络上被公布，再次引起了韩国社会的轰动。一段呢是李银海怂恿着尹相业用头来撞西瓜，西瓜很硬，尹相业撞得头晕眼花，而李银海在他的后面还煽风点火，大笑着说：“哥哥，你得使劲撞呀，你太笨了你，等等等等，就好像让自己的丈夫当众出丑啊，他很开心的样子。”另一段视频当中呢，尹相业被奸夫赵贤秀按在水里霸凌，他哀求着停下，我错了，这一点都不好玩。而他的妻子李银海在一旁冷眼旁观，甚至煽风点火说：“翻过来，把他翻过来。”在那一刻，人性之恶显露无遗。这段打着马赛克的视频发布了仅仅2天，点击量呢就达到了490万。要知道，当时的顶流明星结婚的新闻点击量才只有2.8万，可见人们对这个案件的关注度是很高的。随着调查的深入呢，李银海的真实面目逐渐的浮出了水面。李银海1911年出生，父母都是残疾人，家境贫寒。11岁的时候，他上过一档帮助贫困家庭的电视节目。面对镜头，他乖巧地说：“我长大之后要帮助更多的有困难的人。”当时观众们都为这个懂事的女孩感动，甚至呢把她当作教育子女的榜样。但是没想到15岁之后呢，李银海就变坏了，经常不回家。他开始从事皮肉交易，甚至呢偷窃嫖客的钱财，多次被少年法庭审判。成年之后，李银海继续在夜总会里上班。18岁的时候，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生父不详，不知道是谁的孩子。而赵贤秀呢，本来是个拉皮条的，2个人就是这样认识的，2个人狼狈为奸。后来呢，李银海先后交往了2名男子，2名男子都意外死亡了。2015年，他和另一位男子订婚之后又逃婚了，拒不退还彩礼。直到2016年，他遇到了尹相业，这个老实内向、事业有成的男人，成为了他的完美猎物。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让尹相业爱上自己，成为了他的提款机，然后呢，用4年的时间榨干了他的每一分钱，最后呢，再用丈夫的命来骗保，想要再赚一大笔。而尹相业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早就已经陷入了李银海编织的精神控制的深渊里明知道自己被当作提款机，却因为长期的精神打压和卑微的爱，选择了顺从，直至走向死亡。2022年3月30日，仁川地方检察院对李银海和赵贤秀发布了公开的通缉令。此时呢，他们已经潜逃3个月了，没有使用任何的信用卡和手机，仿佛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16天之后，警方在高阳市的一栋写字楼内将2个人抓获。法庭上，检方以不作为杀人罪提起了指控，这是韩国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明确了故意不施救和阻碍施救也能构成杀人罪。李银海全程面无表情，拒不认罪。她说丈夫的死只是一场意外。结果呢，警方拿出了大量的证据，所有的证词都指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2022年的10月，法院一审判处了李银海无期徒刑，赵贤秀30年的有期徒刑。李银海和赵贤秀均不服，提起了上诉。高等法院在2审维持原判。这场持续了3年的调查终于有了结果。
回顾整个案件呢，李银海为了钱将丈夫尹相业吃干抹净之后，还要用丈夫的命来骗保，实在是残忍恶毒。而丈夫尹相业呢，长期被妻子 PUA， 在情感当中迷失了自我，面对一味的压榨和不合理的要求，不断的妥协和退让，最终将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别忘点赞、订阅支持一下，我是海岩，我们下期再见。